大家好，如果说1+1+1+2018等于2021，跟着呢2021加上王一博，再加上赵丽颖，再加上黑粉，就等于粉丝造反事件，再加上社会主义铁拳，就等于清朗行动。那么1+1减1加2021等于赵丽颖加野蛮生长减去王一博加无名等于2022。跟着呢2022再加上王一博，再加上赵丽颖，再加上党媒官媒，又等于什么呢？标准答案有4个 ：A. 与凤行 ，B. 春晚同框 ，C. 长空之王加将门独后 ，D. 国庆黄金档。聪明的您会选哪一个呢？选项 B 中，春晚离现在还有2个星期，因此不少人最大的期待就是在这个1年1度全国最大的盛典当中，能够看到自己所钟爱的那个人出现。而这个2022年的春晚终于出现了大量顶流的身影了，现在。而且个个都仿佛满血复活一般，让粉丝们的神经都开始炸起了。说实在的，本来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这个春节早就没有了童年时期的那种满满的仪式感了。在那些电子产品没有普及、高楼大厦没有林立的朴素的年代当中，人们对于新年的期待是超强烈、超幸福的。因此呢，就连看春晚也显得格外的积极和格外的向往。不管是什么样的巨星，不管是什么样的节目，每一个人都会看得津津有味的。而现在呢，花多眼乱，年味渐逝，吃瓜的观众们更多的关注点都已经不是春晚有什么节目可以看的了，而是有没有自己所钟情喜爱的艺人出现在了春晚的节目单上？有自己喜欢的人现身这一年的春晚的舞台上的话，那么大家伙就会喜气洋洋的去追去看了，否则就免谈了，就算了。于是乎，2022年随着春晚首次彩排的结束，有人马上就爆料出了春晚的部分名单了。虽说2022年的春晚的阵容依旧没有正式的官宣，但是这份的名单的的确确让那些急性子的朋友们睡得更加香甜一些了。即便如此，新闻我依旧是热烈的鼓励着大家伙还是要抱着吃瓜不信瓜，幸福过家家的娱乐心态就好了。这份的名单再一看过去的话，还是挺过瘾的。不愧是1年1度的春晚大餐，都是巨星做主菜的。从网友的爆料的名单上看，这次的阵容非常的强大，几乎面面俱到了。各路的流量暂且不说，光实力唱将就有好多位。这种粉丝经济的彻底的回归，注定会让2022年的春晚重现了神仙打架的那种盛况了。当红的小众当中，年底满天飞，拉筋度也是最热的王一博，自然的再次亮相央视大舞台，简直就像是跟回家一样。而杨幂和赵丽颖这2位领衔的巨星再次被我铁嘴讨论一一言中了。毕竟这2个人的人气在85后的小花当中都是数1数2的存在感。其中的一位在这个新人辈出的娱乐圈当中热搜不断，年年爆料。另外一位则是稳扎稳打，演啥爆啥，句句吃香，以至于领个证啥的都能够让某社交平台瞬间的瘫痪了。一个花钱卖吆喝，一个闷声赚吆喝，这2种趣味满满、性质迥异的号召力，正是那个图热闹的春晚急需的卖点和补充了。有他们2位撑场，以及流量一哥的3保险的扛着，2022年的春晚的收视率注定是不会低的。不过大吉大利的春晚过后，新闻我最关心的不是赵丽颖的电视剧女王的身份是不是会被撼动到，因为她无论正剧还是古偶，都可谓进退自如，压力全无。
我最关心的就是转型成败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了，那就是跨界电影了。要知道，今年王炸弟弟的电影仿佛就像过节一般，开始烟花般升空了，而且还真是升空之王的王一博那种。因此，注定不少人都会好奇和纳闷。也就是说，既然李冰冰是位知名的电影咖，而且还是很早跻身国际圈的那种大牌的电影咖，那么为什么可以拉到资源的李冰冰老是不帮赵丽颖去接电影的剧本呢？要知道，当初赵丽颖毅然决然的加盟合颂传媒，不就是看中了李冰冰的电影资源吗？虽说这2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国内开机的电影已经变少了，但是其他小花的电影其实也没有断过。说到这儿，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说实在的，李冰冰就是一位一言难尽的主。如果有小部分的人把它划到了清流当中去的话，那么大部分的人都会投反对票的。他最近的一部上映过的电影还是4年前了，也就是2018年8月10号上映的那一部《巨齿鲨》。李冰冰的资源优势偏偏就是勉勉强强拿得出手的国际资源。虽然疫情未了，国内的电影其实依旧可以开机的，但是呢，各种变着法子的航班的熔断，让国内艺人跟国外电影的那种交流和合作根本就没法展开了。因此呢，等疫情彻彻底底的消失之后，或许李冰冰就会带着赵丽颖友情参演《巨齿鲨2、3、4》了。老实说，这比有匪2、3、4还不靠谱。不得不说的是，李冰冰在今年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名字非常的高大上，叫做《平凡英雄》。请注意，亮点有2，一个是由博纳影业出品的，第二个就是李冰冰、冯绍峰领衔主演，以及黄晓明、古力娜扎、张一山、黄奕等等的大牌助兴参演。因此呢，这部电影看上去阵容很强，值得大家伙去期待，而且卖点十足。但是呢，本质上它却是一部公益性质的电影而已。因为它其实就是60年前一件大事的翻版，也就是说，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现代的翻版。关键字条就是5个字，也就是人命大过天。老实说，这概念在许多的国家里面压根儿就不用宣传，光一个名震天下的黑命贵就足量的证明了一切了。然而呢，大家伙都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党性永远都要高于人性的。所以呢，这类型的纯理想型、纯宣传类的伪光正大片，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刚需的套餐，必须要宣传。因此呢，这部《平凡英雄》票房注定会很平凡的，但是政治意义却是英雄的，是无价的。一言难尽的李冰冰最近2年也真的是太闲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这个话题我曾经专门的聊过，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的一些视频，亮点还是有的。现在为了保持自己的热度，李冰冰可能要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3》了。所以呢，所谓的这个电影咖，这个李冰冰现在都属于热度衰减、自身难保当中了。他压根儿就没法去帮助赵丽颖去接好的电影剧本了。于是乎，总是喜欢将其比心，总是喜欢以心换心的赵丽颖，只能够继续靠着自己的双手去继续的打拼了，
去继续的在时代正剧以及仙侠古偶之间不断切换，狡兔三窟了。有意思的是，平凡英雄的大女主帮不上这个赵丽颖的忙，而平凡英雄的那个大男主却想要赵丽颖帮忙了。那么他到底想要赵丽颖帮什么忙呢？原来赵丽颖已经收到大男主冯绍峰的邀约了，后者希望他可以一起陪儿子过新年。这种试探性的招呼出自这个妈宝男的嘴里，明晃晃有着两层的意思，其中就包括冯绍峰心心念念偶尔提及的复合的念想了。总之，赵丽颖的理由倒也是相当的坦白，不留痕迹。赵丽颖以进组拍戏很难脱身为由，直接的给拒绝了。1月14号一大早，兴奋的王一博就直飞了嘉峪关了，算是正式进组长空之王了。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和尝试了。同时呢，这种题材的电影在国内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那一种。毕竟飞行员这个职业需要专业的技能，没有一种热爱很难玩得转的。而全世界都叫得出名他的那个阿汤哥，刚刚好就是这种玩得非常非常转的全才型的老酷盖。于是乎，他的壮志凌云至今无人超越。而对于喜欢挑战自己的王一博而言，这又的的确确完全符合了王一博的个性了，因为他就喜欢挑战极限。说到这，不得不提的是，王一博的铁杆粉丝们现在已经开始齐齐的脑洞大开了。大家伙现在都在想，如果王一博喜欢上开飞机的话，那么大家伙的摩托姐姐的称号是不是可以名正言顺的改名为空中姐姐了呢？这种吃瓜不嫌瓜大的清奇的脑回路，果然是粉随正主，跟那个习惯逆天的王一博简直是如出一辙了。我之前聊过了，长空之王讲述了以王牌飞行员雷雨为首的特别作战小组，在接到了一个无比艰巨的任务之后，面对各种危险与困难，他们不畏艰辛，迎难而上，用最专业最娴熟的飞行的技巧突破了自我，完成了任务，最终展现出了中国飞行员们勇敢拼搏热血蓝天的上午的精神。总之，正能量满满，而且是洒向天空的那一种。众所周知，近年来现代军事题材的电影开始井喷出来了，而且大多数国家背书的大片成绩都很骄人，而且都很惊人。战狼2、红海行动等等电影的票房基本上都是大卖的，口碑都是爆表的。而强空之王作为一部航空军事题材的影片，想必也会收获到天然的不小的热度的。但是该片想要在票房上超越前者的话，就必须要有实力强悍的主创的人员，以及对质量管控方面的强力的把控。如果放空一下思想，想要和长津湖的大场面制作做一下比较的话，很明显聚焦飞行员的题材在选材和拍摄上依旧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为想要刻画出飞行当中的那种刺激的场面出来，本身就非常的考验目前所流行的拍摄的手法。而且剧情方面不仅要展现出中国飞行员超群逆天的格斗的能力，更要凸显出一种在绝望之境当中依旧充满信念、爱国爱党、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革命军人所刚需的上午精神出来。因此这么样的一个电影的制作，前车不多，难度不小。而且对于军事题材的军迷观众而言，
阿汤哥的壮志凌云无疑已经成为了这一题材暂时难以超越的国际高度了。虽然我感觉韩寒的野心其实不小，想必壮志凌云必定是长空之王比血感冒舱的终极的目标来的。对于王一博而言，这个目标的确让人兴奋不已。讲心一句，想象力而言，韩寒一向都不缺的，缺的倒是那些能够突破经典的现代视角和拉近的元素了。有趣的是，韩寒和王一博的共同的语言其实不少，这注定是双赢的底调了。长空之王之所以敢为人先，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够的。毕竟监制韩寒之前主打的行业就是赛车的行业了。韩寒亲自执导的《乘风破浪》、《飞驰人生》以及将要上映的《四海》都和风驰电掣的赛车有关联。因此呢，从地上飞到了天上，同一时间将励志和温情元素狠狠地揉捏到了一块，这就是韩寒的强项了。韩寒、王一博强强联手，凭借着实力去狠狠收割一波路人粉的关注，应该是没跑的了。总而言之，即将在甘肃鼎新空军基地正式开机的这个长空之王，由这位擅长闷声发大财，而且专业水准还很一流的导演韩寒去担任监制的话，电影的出品和质量，吃瓜观众们大可以放心的了，口碑和票房也绝对是有保障的了。而且还有周冬雨这位影后的眼神杀过电，以及戏骨胡军的夸张演技的加持，王一博摇身变为上天入地、人见人爱的下一代的电影咖，似乎也是未来可期的了。说到这，新闻我不得不提的一个更让吃瓜观众们关心却又不容易走心的关键性的趣味点，不知道您留意到了没有呢？那就是在最新的一大波众星捧月般的宣传照当中，您是不是特别留意到了王一博的脸呢？也就是那张被黑粉们杠足了3天3夜的王一博的浮肿的脸呢？现在这张脸怎么样了呢？通过这些傲娇的宣传照，您是不是发现 YYDS 的这个王一博果然又瘦了下来呢？又精致了起来了呢？